32分，去拍玉山园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拉爸。昨天的 iPhone 银河照，因为只是在武岭停车场拍的，前景只有无趣的合欢山东风，所以今天想说认真找个前景，让画面丰富有趣一点。做了一下功课，选定北峰的玉山园博当前景。查了一下，距离登山口只有850公尺，只要23分钟。虽然我的头有点痛，但是为了拍好，还是冲了。没想到这个路程异常艰辛欸，是真的在爬山欸，没有步道的那种山欸。加上我背了3只脚架以及摄影器材，这个真的是失算。哇，这很不好爬欸，都有绳索。没办法了，就在这好了。本来好像说750公尺，我大概只走了50公尺就不太行了。可能本来就还有一些高山症，走个2-3步就喘到不行。接下来还有700公尺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想说安全起见，就在这边好了。结果本来是想要拍说前面有那个玉山园博的，结果现在不仅没有园博，也没有云海，因为他没想到今天银河上来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快。我上来的时候，它银河就已经在这边了，就没有办法拍到在这边的样子。今天一堆失策。银河在小风口这边几乎没什么遮挡，所以银河比我预计的可能早了1个小时吧。简单看看这一天拍的照片，这张是用 Find X8 Pro 拍的，勉强银河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。再次用 iPhone 内建的夜间模式30秒。今天我手动叠了接近2000秒，并且没有上赤道仪，所以杂讯应该好了点。明天再来一次。但在经过了1天白天的思考后，考量个人的能力跟安全，我就放弃再回去拍园博了，决定改去更好到达、观赏性也不错的昆阳拍摄马蹄湾车轨。我现在车在那个昆阳停车场停好了，然后就是沿着这个边，沿着路走，预计是要走到这个半山上，好就可以拍到这个U型的车轨。但我也没有自己走来过，刚刚已经看到不少人已经走过去了，就慢慢跟上吧。现在气温大概才2度而已，所以走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冷。因为不确定拍摄点在哪，一路上充满疑惑。坦白说，我不太知道确定的路要怎么走会怕走太远就走错了。然后这边有个避车道，是从这边上去吗？刚刚那些人都不见了。还没到。U 型弯是指我现在这边这个 U 型弯才对。终于，我看到对面山坡上出现一堆舍友了。虽然看到他们在那边，但我也不确定要从哪里上去。我还鼓起勇气从山脚下问上面的舍友该怎么上去，原来是要在靠近旁边的方向指示牌这边。这个时候时间大概是凌晨1点，我还想说算时间跟昨天2点半出发相比，应该是游刃有余了吧。结果我还是太嫩了，他们都已经卡好最佳拍摄位置了。但也还行啦，反正我只是用手机，我就到更上面一点的地方吧。这个场景也是许多合欢山摄影爱好者会来的景点。对于 iPhone 来说，除了低光源的困难外，还有要同时拍下车轨跟星空非常困难。主摄是一定没办法了。在场我也听到另外一个摄友，他临时放弃拍车轨，专心拍银河就好，因为他只有24mm 的镜头。所以这次挑战的除了低光源的银河，还要同时拍下车轨。但到底该怎么拍呢？就继续看下去吧。基本上这种拍摄就是要把地景跟天空分别曝光。天空的部分就是一般银河的拍法，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。而地景的部分，重点就是要拍出流畅的车轨。其实对单眼来说，这部分也能说是简简单单，只要 ISO 低一点，长曝光就可以搞定了。车轨不要不过曝，地景再用宽容度拉亮就解决了。但 iPhone 要怎么拍呢？因为要同时拍到银河及车轨，所以用超广角就是必须的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那天在昆阳我拍了什么素材。然后我们这边可以先看到，我那个时候
先用 iPhone 内建的相机测试了一下，像这个啊，就是它内建的夜间模式30秒拍的，可以看得到，虽然它可以拍出这种连续的车轨，但是这种过曝的地方它是救不回来的。毕竟你就是因为环境昏暗，所以它才允许你开启夜间模式，所以它这夜间模式就是高 ISO 跟长曝光。但是我们想要车轨的话，就必须要用低 ISO， 所以它就没有办法满足低 ISO 长曝光这2个条件，就会变成这样过曝的样子。然后这张也是一样，没办法，用夜景模式就是一定会过曝，这是没有办法的。然后我就尝试说，上次说的用 App 的那个光轨模式，它这个光轨模式它就是车轨就是这样一颗一颗的，就不是我们理想中漂亮的车轨了。看这个是车轨模式，一颗一颗的，虽然是不会过曝啦，但是就不是很漂亮。那该怎么办呢？我就试用看看那个连续拍摄的模式好了，一样是用上次那个 App， 然后我把 ISO 调低，然后一样让它1秒钟曝光一次，让它连续曝光。理论上这样子应该就可以达成低 ISO 长曝光的效果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它拍出来就是大概像这样子，有没有？这是每1秒。然后我们点一下，就是选用有正确曝光的照片，然后把它叠合成一张。那我们就先选择看起来是会需要用到的车轨，这个是远方的车轨，也把它列入去，也把它放进去好了。因为我是连续拍摄，所以可能其他就会有一些看起来是全黑的。那我们就大概选一下这些好了，这些是我不需要用的，这些是我想要用的。然后我们点开 Photoshop， 然后我想要用的方式就让它叠合在同一个照片里面。所以先选用这个指令码，将档案载入堆叠，选择刚刚的档案。好了，把档案丢进来之后，转成智慧型图层。然后这时候我们通常啦，因为我们要车轨的话，这个堆叠模式的话，应该是要选用最大值才对。但是你可以看到，如果我们选择最大值的话，它的确这个车轨会跑出来，但是这边就过曝就太亮了。那我后来是尝试了一下堆叠模式，你把它选成变异数，你选择变异数的话，它这边就不会过曝了，有没有？车轨这边就不会过曝了。我们先复制一个，然后这时候再自动色阶，它这边车轨就跑出来，并且没有过曝。但是这个地景还是很暗，那没关系，这个我们之后再解决。然后这个车轨的话，它没有办法太高亮，那我们试着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？因为车轨理论上是最高亮的地方，那我们就把车轨拉亮。看来没有办法单独调亮我的车轨，好吧，那先这样好了。那我试着看看能不能单独把车轨画出来。这几张是后来丢进来的，把它对齐。然后这里面我们都要用变亮，看可以回到刚刚那个过曝的状态了，因为变亮其实就是刚刚那个意思。然后再分别每一个都把高亮的地方刷出来就好了。好吧，看得出来，真的是非常的麻烦，也不是效果不是很好。不管了，就这样吧，毕竟真的太麻烦了。然后另外这一张，我想看看另外的堆叠模式，它的杂讯会不会比较好一点？通常是选平均值啊，平均值或是中间值。太暗的地方也舍去掉好了，太暗的话会有杂讯。地景在后面人大家都走掉之后，我另外拍了几张补光的，这就是人大家走了之后，我用手电筒补光的，想说稍微补一下。这是用内建的夜间模式，毕竟比较简单，然后我就尝试补了一些光。那我们就看一下这几张加上去会不会有帮助。这样我们也是每一张选择自己想要的地方。换个方式好了，把不要的涂掉。
那这张的话，我觉得这边就太强烈了，透明度调低一点，这边都太强烈了。有吗？大家觉得前景如果有光的话会比较好看吗？那银河的方面，我想了2个方案。第一个方案就是我用昨天的方式，我强迫用超广角去拍这个银河。那我们等一下叠合看看。那第二个方案就是我比较偷懒一点，的话就是用主镜头拍3张夜景模式，然后把它叠合成这样一个天空中的星轨。但是可以看到这个效果真的是蛮差的，而且中间会有这个结合的痕迹。那我先试看看，我自己用那个1秒钟的方式叠合一张银河看看。好了，它叠完了，那我们拉进 Zero 看看，我们直接存 TIFF 档到 Photoshop 里面看一下。好，可以看到这个银河有跑出来了，自动色阶，有没有？这个银河其实有跑出来，稍微加强一下这个银河的地方，先不要弄得太夸张好了，到时候跟地景合不起来。然后打开刚刚的地景，刚刚完成的地景的部分。好，这是刚刚的完成地景，然后再把刚刚的银河丢进来。不过这个好像是主镜头拍的银河毕竟超广角银河根本拍不出来啊。这是主镜头拍的银河，那这样这张就没有办法叠到这张照片里面去了。那我们就只好是3张 iPhone 夜景模式拍的银河看看好了。那么先把它丢进来，这中间的这个接缝蛮难处理的，先不管它好了，因为它品质也没有很好，我们就看个大概就好了，大家稍微感觉一下就好。把它丢进刚刚的超广角里面，这边我就不管它到底有没有多相似了，先把它丢进来好了。好，丢进来之后，那我们现在想说，我想要让那个接缝不要这么明显，我们就试着处理看这个接缝的问题。先让它去星。好，去完星点后，跟 iPhone 拍的这个星点真是很恶心的。去完星点之后，把这个去星的部分用加亮的模式，把这个接缝让它弄得不要太明显。好，再把星星加回来。有没有？这中间这条接缝应该就不是很明显了，但是它把它这个接缝的地方好，然后因为这个亮度跟地景有点差距，那我就再把它调暗一点好了。毕竟这个协调性其实是更重要的，大家在网络上看协调性比细节重要多了。好，差不多就这样好了。好，那这张就是今天的成品 iPhone 的昆阳马蹄湾。那我另外用同样的方式拍了那个 Find X8 Pro 的，它的成品长这样子。但是这个银河我是真的用超广角 Find X8 Pro 的超广角去拍的，它就会自然一点。然后它的地景，因为它可以用 DI 手长铺，所以这个车轨看起来就更顺了。刚好这个时候又有一台大卡车，它的车轨还有不同的颜色，地景也可以看得出来细节更多了。但就是我没有拍过这边，所以我不知道这一块居然是完全没有细节的。那手机的宽容度也不足以把这边拉出细节来，所以就这边就黑黑的，就蛮可惜的。可以的话，应该等到快接近日出的时候，那时候亮一点就可以铺一些这边的细节了。再给大家看一下这2张差别。那么这张还是感觉得出是手机拍的，这边都没有细节，都糊糊的。但是用安卓手机的话，就可以拍出这种近似单眼的照片了。最后，其实每次只要我用手机拍摄，总是会有人疑惑为什么不拿单眼拍呢？是啊，为什么呢？第一个是手机拍摄很简单，因为手机的萤幕很大，拍起来很容易，也很有乐趣。第二个是手机现在焦段齐全，我不用带很多镜头，很轻便。第三是拿单眼拍实在是太容易了，我很喜欢那种以小博大的感觉。
如果用相对简单的器材却能发挥120%的能力，这种过程跟乐趣对我来说是远大于直接拿单眼拍摄。而且为了让手机的成品能够比拟单眼，你就必须反而要去钻研各种软体以及各种修图技巧，最后依然可以反哺回用单眼摄影拍摄的照片，不觉得很有趣吗？如果是你，会选择用手机还是单眼来拍摄这种银河车轨呢？或是我用手机拍的这几张照片，有没有让你觉得没有一定要买单眼呢？你觉得现在手机拍银河已经够用了吗？留言跟我说一下你们的想法，我真的很想知道。我是米拉爸，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好了，我终于要准备走了。其他人大概在半个多小时前都走光了，只剩我为了要拍车轨。现在车真的很难等，看这半小时只有2台车经过。哇，终于可以回去了。想说停在这个清静的停车场休息一下，没想到也可以拍耶，有银河耶。现在大概是4点15分。已经有不少人准备要去看日出吧。